业绩压力大，传库克启用最后一种手段，苹果开始裁员外包员工。罕见大降价后，苹果 CEO 库克开始用上他所说的最后一种手段裁员了。不过，有分析师对证券时报一公司记者表示，苹果长期的调整还是需要在新一代的产品上增加更多的升级来吸引消费者。传苹果裁员临时工。据环球网综合外媒报道，过去几天，苹果已开始切断与数百名外包员工的联系，这些员工受雇于外部机构，与苹果员工一起从事项目。相关消息人士称，与此前不同，现在苹果已经开始直接解除这些合同，而不是等待这些合同到期。这些合同通常隔12到15个月续签一次。报道称，有外包员工表示，突然的裁员自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称苹果管理层此前已向他保证，所有工作岗位都是安全的。而去年8月，苹果也曾裁掉了100名合约招聘人员。不过，该公司已经尽可能避免像谷歌、Meta 那样的大规模裁员了。截至目前，苹果公司尚未披露其外包员工的规模，但过去的报告显示其数量为数千，其中有30家人力资源公司帮助进行项目管理、发布活动，甚至创建 Apple Max。从苹果全公司员工情况来看，截至2022年9月，苹果公司拥有16.4万名员工，其中包括企业员工和门店的零售员工。但这仅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 6.5%， 相当于实际增加了1万人。苹果公司在2020年也进行了理性的招聘，在2021年9月之前的一年里，只增加了不到7000名员工。外媒猜测，此次裁员是苹果公司为了削减成本而采取的行动。2月初披露的最新财报显示，苹果公司去年第4季度，2023年第一财季营收同比下滑 5%， 为2019年以来首次营收同比下滑，也是2016年9月以来最大季度降幅。净利润同比下滑 13%， 低于此前华尔街分析师预期。该次财报会后，库克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由于更广泛的经济萎缩状况，苹果已经改变了其支出与招聘计划。苹果将会非常严格的管理成本，以减少某些领域的招聘，但苹果同时会继续在其他领域进行招聘计划。但库克同时指出，裁员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也是最后的手段。苹果宁愿以其他方式管理成本，但他也提到，永远不能说永远。如此看来，库克已不得已用上了其所称最后一种手段了。不过，截至目前，苹果方面未对前述裁员消息做出官方回应。分析师，苹果长期调整是增加新品升级幅度，苹果裁员与经济、行业大环境不无关联。权威机构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12.1 亿台，同比下滑 11.3%， 为自2013年以来的最低年度出货量。其中，中国市场销量同比下降 19%，8年内首次跌破3亿部。如此背景下，近期苹果公司开始大举降价促销 ，iPhone 14 Pro 降价幅度达到800元，部分电商平台 iPhone 14甚至最高已降1600元，接近批零倒挂。据了解，苹果在新款 iPhone 机型推出后，半年内进行降价实属罕见，促销力度也远超以往。对此 ，IDC 中国高级分析师郭天祥对证券时报一公司记者表示，苹果 Q4 的财报情况是符合之前预期的，主要还是受到富士康停产影响，导致更受市场欢迎的 iPhone 14 Pro Max 产品供货不足。而在中国市场双11之后，苹果会把有限的货源优先供应海外市场，来满足年底节礼日需求高峰。另外，全球经济大环境、中国疫情以及整体手机市场需求低迷的影响，也都使得苹果的市场表现出现下滑。但是本质原因还是 iPhone 14整体的升级幅度较小，对消费者吸引力下降，再加上整体大环境的低迷，消费者换机周期加长，所以苹果只能在 Q1 通过降价来刺激销售。这种主要通过给渠道让利，
来进行降价的措施，一般都比较灵活，会根据市场反应来决定实施时间。长期的调整还是需要在新一代的产品上增加更多的升级来吸引消费者。郭天祥表示，今年年初市场还曾传言苹果以需求减弱为由砍单供应链，前不久库克也主动将其个人2023年薪水削减40%，目标薪酬降至4900万美元。